朱雀卵的味道果然不同凡响，甚合我意，甚合我意嘛。哎呀，哎呀，救命！救命！小锦觅，你怎么了？快去把去凤找来，快！是。哎呀，你呀，是不是乱吃东西了？没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疼死了！我是不是中毒了？啊！莫慌，莫慌，你呀，锦觅，啊，刚派人去寻你，你便找回来了。哎，尔等丧尽天良之徒啊！你们这是将我家蜜儿接到何处去呀？蜜儿啊，爹爹对不住你呀！眼看着贼人将你掳了去抵债，也没奈何呀！叔父要是再演下去，不出1个时辰，他便灰飞烟灭了。唉，你还是我侄子吗？老夫好不容易演一回。唉。你吃了什么？我不过是吃了2颗朱雀卵，没想到吃完以后又热又疼的。我怎么感觉我的灵力少了这么多啊？你这小妖，本身体质阴寒，只宜水养，竟不自量食了我灵鸟朱雀之卵。朱雀性至火，要不是我赶来及时相救，怕是你早就化作一缕烟了。人家是葡萄吗？人家生在土里，人家不是生在水里。人家以为朱雀是猪的亲戚，没想到是火的亲戚。现在倒好，我小八的灵力都没有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你不要跟我绕舌，听得我头晕。安心养伤，你也真是，为了区区300年灵力，差点把命也搭上，愚蠢！看好这小妖，别再让他乱吃东西了。是，殿下。锦觅半仙，为什么殿下总是小妖小妖的称呼你啊？你还说呢？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如今灵力大减，看样子要吃什么补一补了。哦，那锦觅半仙，你是否需要什么药材呢？两厅可以去找。我们做妖精的呢，最喜欢的就是吃一些童男童女。当然啦，像你这样的小仙童，是最好不过的啦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来者何人？颜佑。二殿下，别来无恙？
直到严佑君做神仙做的不耐烦了，去了下界做妖精。不想，如今连妖精亦不想做了，竟半夜闯我齐武宫，做起了梁上君子。梁上君子，正合我意。我最近正在下界钻研此道，专门偷香窃玉。不过呢，下界的美人我已经看腻了，还是咱们天界好，是不是？偶尔回天界来换换口味。还有锦觅这颗貌美可人的小葡萄。你认识锦觅？何止认得，1000年的老朋友了，自己人自己人。你和他什么关系？为什么你身上有他的气息？那自然是郎情妾意，投桃报李喽。少跟我油嘴滑舌。我知道锦觅视灵力如性命，他不去抢别人的灵力就不错了，怎么会拱手送人？你要是不想跟我说实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哎呀，莫要激动嘛，二殿下，听我解释。我和锦觅的关系说简单也简单，不过是一个欠债还钱的关系。他欠了我1000年的灵力，所以呢，我们许下了100年之约，每隔100年，他便还我一次100年灵力。所以呢，我们灵力共享，比旁人多了一份心有灵犀。既然如此，就不必遮掩了。那我呢，这就去安慰安慰他。他睡得好好的，不需要你安慰。不需要我，你行吗？用你那什么9曜真火把他烤成葡萄干啊？柔柔，柔柔，柔柔，你放心吧，如今我的灵力已经增长了很多，我可以保护你的。柔柔，柔柔，放开柔柔，柔柔。放开柔柔！放开柔柔！柔柔！凤凰，因为贪吃而毁掉100年灵力，这种事情也只有他干得出来。他还欠你多少灵力？怎么，二殿下，你要替他还啊？我可提醒你啊，这灵债好还，情债可难平。你修为精纯，我知道你不缺这点灵力。你无非是打着讨债的幌子，对锦觅有所企图。但是，我有言在先，锦觅如今在我的齐武宫，就受我齐武宫庇护。你在外头做下那些风流勾当，我不管；但你要是敢把手伸到我齐武宫来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。我知道你不缺这点灵力，你无非是打着讨债的幌子，对锦觅有所企图。但是，我有言在先，锦觅如今在我的齐武宫，就受我齐武宫庇护。你在外头做下那些风流勾当，我不管；但你要是敢把手伸到我齐武宫来，我绝不会袖手旁观。500年呢，拿去吧。我真好大方啊，连利息都算上了。他日后不再欠你的，少来纠缠。烫死我了，这得回去慢慢炼化了。不过，看到二殿下对锦觅这么上心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今夜春风沉醉，月色无边。不过这风有点凉，我还是先回去休息了。
灵力不高，朋友倒是不少。鸟族今年共进新兵2万余名，我又将原来1秒州各州重新划分，酌情提拔了8名新将领，便于署理各区。姨母觉得如何？非常好，穗禾现在是越发长进了。多承姨母时时提点，穗禾夙夜不敢懈怠，唯恐丢了姨母和鸟族的颜面。是。你呀，光是讨我欢心有什么用？身为女子，你也应该多到旭凤那边走动走动啊。听说旭凤身边多了个仙童是吧？啊，那锦觅是个低等的葡萄精，因为当时殿下受了伤，她碰巧给了殿下几滴香蜜，后来就被殿下顺道带回了天界，很是抬爱。这锦觅比殿下另外2个仙士都机灵活泼，与我关系也处得十分融洽。这些小仙官看起来微不足道，其实也至关重要。他是旭凤身边最亲近的人，将来啊，对你们的关系很有帮助的。自从子芬死后，天界从来没有真花盛开，可是真花也会腐败凋零，而他们却不会。只要旭凤登上天帝之位，你自然就是天后了。到时候，全力给你一切，包括这满园春色，也包括鸟族的长盛不衰。姨母放心，穗禾记下了，定不负您的厚望。肉肉，来，咱们晒晒太阳吧。肉肉，我丢了300年的灵力，才睡了1个晚上就恢复过来了。我现在是不是越来越长进了呀？放心吧，灵力不能白白丢了，得想法子找回来。讨回灵力以后，我才能把你早日复活啊！我听那些仙子说，这个凤凰虽然仙灵不大，可是已经掌管5峰天将了，而且是历代火神中灵力最强的一个。我打算问他要一些灵力。可是这个鸟儿小气得很，要想从他身上拔根毛，恐怕不容易。我还得去找月下仙人好好讨教讨教，你放心吧。火神殿下，火神殿下，这是我为你特意做的鲜花饼，尝尝吧。不饿。尝尝吧，很好吃的。怎么样？看在我大病初愈就为你做鲜花饼的份上，给我点灵力呗。太甜了。我马上去重做，等我哦。太淡，太硬了，太软了。哼，果然像狐狸仙说的那样。别叹气啦，想要灵力，我给你支3招。第一，谄媚伺候制。不过我估计旭凤不会吃这一套。果然不吃这一套，我还有第2招。殿下，你今日必须要给我一个说法。若不是我救了你，我怎么可能来到天上？我要是没有来到天上，怎么会减少整整300年的灵力？总之无论如何，你都要对我负责，把300年的灵力还给我，知道吧？殿下，如果为了报恩，你想多给我几百年灵力的话，我是不会拒绝的。2，以救命之恩威胁之。不过，我估计旭凤会一掌把你打飞。那可不一定。
气馁，不气馁。我还有最后一招。那第3招是什么呀？你知道强者最怕的是什么吗？你究竟要纠缠我到什么时候啊？对付强者，切忌强攻，只可弱取。你越示弱，对方就拿你越没办法。敌不动，你不动；敌一动，你就哭。灵力我是不会渡的。我不要灵力，我只是在花界的时候，我看到你不会游泳，不通水性，所以我就想这里会有危险，我就拿着一把伞，帮你挡住这的水。我就这样默默守护你就好了。罢了，修炼灵力的窍门，我倒是会一些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我身边还缺个书童，你若想学，明日便来洗尘殿随侍吧。结盟，6界皆知，花界正忙于寻找丢失的小花精，也知道我花界素来不问世事，不会答应，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呢？花界虽崇尚清静，但恐怕因为这份仇恨，让各位心内并不清静吧。敌人的敌人，就是天然的盟友，还请长房主深思熟虑之后，再做答复。君子不党，我们花界谨遵先主遗训，不参与世事纷争。告辞了。当年花神被谁所害？如何抱恨而终？长房主和诸位房主，难道都忘记了吗？花界虽然势力单薄，但若真要报仇，也不必假手旁人，更不会给人当刀使。有傲气，但没骨气。看来，花界都是一些纤纤弱质的美娇娘，远也指责不善。我看你是来者不善。海棠，不得无礼。花界之事，就不劳阁下费心了。我们走。告辞。若你们改变想法，可以随时来这里找我。奇怪。我只是觉得很奇怪啊。我最近感觉长胖了很多，可是我发现其他地方都没胖，为什么单单这个地方胖了？前几日教你的梵天咒，可记全了？背给我听听。没问题。短短一篇梵天咒，竟叫你背得如此颠倒坎坷，一共49条，你只背对了5条，倒也是实属不易呀。我背下来了，我真的背下来了，我昨天全都背下来了，我就是刚才一紧张，我就忘了。拿回去，同梵天咒一起记好，明日卯时过来再背。还要背诵，我能不能不背了？我可以学点别的呀。你可以教我一些其他的东西。不能，我观你资质尚可，
灵力不高是因为基础没有打好，不讲章法。如今只能从这些理论开始，别老想着有什么诀窍。修行哪有那么多捷径？干什么去啊？背书啊！你现在走了，谁给我添茶磨墨呀？晚上再背。书童就要有个书童的样子。磨墨呀。穗禾公主，你来啦？我来给殿下送些点心，殿下可在？哦，她在洗尘殿，和辽元君议事呢。哎，等等，穗禾公主，这个吃完不会肚子疼吧？怎么会呢？食之可长百年灵力。谢谢穗禾公主，穗禾公主简直是天仙下凡啊！不，穗禾公主仙泽深厚，乃是天仙中的天仙。就你嘴甜。锦觅，我待你如何？客气啊，比那只小气的凤凰强多了。那你可否帮我一个小忙？公主尽管开口。我喜欢雪凤很久了，可是他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，虽然很客气，却总觉得不够亲近。真是奇怪，凤凰这么凶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呢？有多少人？大概从这里排到南天门吧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他对谁都不冷不热的。大家都是朋友嘛，你这个忙我肯定是要帮的。这样吧，我去帮你问问月下仙人，他的法子可多了。那太好了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前一阵子父帝交代防御魔戒之事，你筹备的怎么样了？殿下放心，属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命升仙府那边安排了一批近期飞升的地仙，以充天兵。甚好。上次的黑衣人查得可有眉目了？属下正在密切调查。据南天门的守将来报，近日在洛香府一带发现了黑衣人的行踪。水神，水神遁世多年，久不理事，他与黑衣人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啊？接着查，此事让夜神蒙冤，需尽快查证，早日还夜神一个清白。属下明白。殿下，我去人间搜罗了一些菜谱，亲手做了一些点心，特地送来给殿下尝尝。有劳你了。还有事吗？哦，穗禾第一次下厨，殿下难道就不想尝尝？哦，如何？好吃。锦觅，续茶。哦，我来吧。哦，不用，让他做吧。倒好了。哦，我先走了。那我……你留下。锦觅，好生伺候殿下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锦觅，你把这些……哦，好的好的，我知道，我撤，马上撤啊！快点！
好生热闹啊！哎，子期行使，今日怎么得空来看老夫啊？见过月下仙人，小仙叫月贝，子期是我的姐姐。哦，仙人，听闻月下仙人一向同火神殿下交好，就请仙人将这些信替我的姐妹们转交给火神殿下。没问题。哦，对了，月下仙人可否赐几根红绳？我这就给你们去拿。敢问诸位先生，如何称呼？我第一次有人管我叫先生。有眼光，有眼光。红线来喽！啊！月贝仙使，这个给你，把它放入云头里，便可以落地生根啦。谢谢先生。嘿，好了好了，别看了，干活去吧啊！走吧走吧，别看了别看了，走吧，干活去吧啊！你怎么来了？旭凤那里不用伺候了？还说呢，你家旭凤使唤我上瘾了。还不是你又听话又好使唤？喏，这些情书你拿去给凤娃。啊，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坐坐坐。无事献殷勤，说吧，又有什么事求我呀？我有一位朋友。你有一位朋友？这个棋板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我真的有一位朋友。你继续，你继续。我的这位朋友呢，他喜欢一位先生。可是这位先生呢，平时对谁都很冷淡，很高傲的样子。我这位朋友怎么做才能让那位先生喜欢上他呢？你的这个朋友喜欢的先生，是不是和我家凤娃一样冷淡呀？对对对对，跟凤凰一样冷淡。这种难度的爱情问题，我可得好好想想。开窍要从理论开始。小姐妹，这便是我多年珍藏《情爱书册天香蜜图》。你是想说这句吗？你上次跟我说过了，一模一样的话，而且这一套你已经送给过我了。这回不同，这可是套孤本呢，给你。不是，给你那个朋友，让他好好学习学习，先巩固理论基础。我看不进，说不定穗禾能看进去。也罢，就拿这个向他交差便是。月下仙人，你站好，你哪不舒服吗？我帮你再敲一敲吧。轻点，轻点。殿下，我让你来我这儿学幻形术，你非但迟到，还打瞌睡。灵力不想要了？想要。我让你编的桌子呢？这是你编的？我本来对着桌子念咒语了，我真的念了，可是没想到不但没变，还瘸了一条腿。你可真是厉害啊！一般吧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当然用来垫桌子的。你怎么能用这种书垫桌子呢？这种书怎么了？虽然都是画册吧，但是也是书啊，能垫桌子。我不光有这本书，我还有2本书呢，都是珍藏版。蜜儿，春天来了，不愧是我教出来的人。你们继续啊。你打算在我身上趴到何时？起来！
你出去。啊？罚你今天晚上不许睡觉，好好练幻形术，明天早上我检查。我。叔父，叔父，没良心的小子，有多久没来看叔父了？是侄儿的不是。平日里不兴挂业，昼夜颠倒，总是怕扰了叔父。哼，借口。叔父今日好早啊！我这才下职，正准备去和卯日新军交班，天都没亮。叔父怎么就在这园子里逛起来了？哼！叔父，您莫不是忘了，润玉早有婚约在身，这天蚕吐丝不易，叔父您就别在润玉身上浪费红线了。哼！这洛林和林秀也是。这几千年、几百年都不在一处，哪能凭空生出个闺女来？占了这么一个大好的坑，真是作孽。倘若二位上神婚后诞下长子，可与我长子一结金兰；倘若诞下长女，便与本座长子结琴瑟之好。吾辈之情谊，倘若能够在后辈之中延续传承，那也是天大的美事啊！卿以为如何？谨遵陛下法旨。润玉啊，年老大不小了。叔父问你，那水神长女要是一日不出生，你就打算一日不娶亲了？其实润玉并无娶妻的心思，不管哪家的仙子下嫁于我，都会委屈了她。胡说！堂堂夜神，天帝的长子，怎么就能委屈了他们？润玉别无所求，能与长夜为伴，自由自在，做个逍遥快活的散仙就很好。哼，你就别嘴硬了，一个人长夜清寒，哪能比得上两个人芙蓉帐暖？好了，叔父会关照你的，天帝啊也不会坐视不管的。叔父，啊，其实要我来说，你还是多去照顾照顾旭凤吧。近来母神催得紧，旭凤那边怕是不好交差。哎呀，有叔父在，你和旭凤啊一个都跑不了。我这就回去，将这些红绳编得再韧一些，再粗一些，加固神力，保管啊拴两个成一双。还是不劳叔父费心了。哎，这还有一根。这根，要不然就留着吧。也好让润玉留个念想，时常去看望叔父。如此可教。要是凤妈有你这样乖顺就好了。对了，叔父，近日您府上是否去了一个新的小仙室啊？没有啊，自从旭凤涅槃回来，咱们天界的门庭愈发森严了，等闲之辈哪能进来做新丁啊？这就怪了。对了，凤娃的气无宫里倒是来了一个叫锦觅的小书童，活泼伶俐，古灵精怪的很，老夫啊很是中意呢。能入叔父的法眼，想来定非凡夫俗子。乖不得了，那可真是个妙人啊！改日啊，我带他来见见你，解解闷儿啊！我先走了。叔父慢走。困死老夫了，回去补个回笼觉。花界总还是有个明白人啊。
先主待我恩重如山，可惜生前遭人毒手，此仇不共戴天。只要能为先主报仇，我愿付出一切代价。那我便要看一看，玉兰方主值不值得信任了。阁下要我做什么？我就想知道，此人是谁，父母何在？真是只小肚鸡肠的鸟，把我变成筷子一天了，夹到刀却吃不到，想要把我饿死吗？疼疼疼啊！好疼啊！疼死了！疼啊！疼！不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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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听闻你这七蜈蚣来了一个活泼的小仙士，怎么？今日不见他，是你给他放假了？是啊，你喜欢安静，我怎么能让那么闹的人打扰我们兄弟二人？看来我面子还挺大的。这小仙士应该感谢我才是。你在我这儿才有这样的面子，他要谢也该谢我才是。已经7日了，什么时候才能放过我？如今你可知道什么是缓刑术了吗？廖丁，悲剧最合，你们真来救救我！大家都是朋友嘛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救我啊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我都快被折磨死了，你才来。我们做果子的也是有骨气的，我决定了，我要搬来你们姻缘府小住一段时间。不过我住哪儿啊？好了好了，看在你这么辛苦的份上，我有个绝密消息透露于你。什么消息？后天就要征兵了，到时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征兵？这有什么可瞧的？我孙子厉害了！越来了！飞絮仙师，我们一会儿有什么好戏看啊？啊，一会儿啊是听力测试，殿下要与众兵家讨论兵法，从新进的地仙中选拔天将。这可是30年才盼来一次，你的运道可真好，刚来就赶上了。那为什么我们这边这么多人，那边一个人都没有啊？能有幸被咱们火神殿下选中的，拜入5方天将麾下，那是何等的威风！那拜入夜神麾下有什么不好的吗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夜神殿下虽为长子，却是庶出，且未立战功，所以这招兵啊，就是陪跑而已。但是咱们殿下可就不一样了，咱们殿下可是天后嫡子，将来可是要袭成帝位，坐拥天界的。那夜神殿下今天来吗？夜神殿下呀，超然物外，对这些繁琐的事情根本就不感兴趣。每次啊，总是派一个人随便点个卯就完了。火神殿下到！开始吧。休闲路人甲，煎饼卷大葱，我是来收贼夫，松鼠桂鱼，让何建福参教。驴肉火烧，宾者鬼大爷，烤羊串。听得懂吗？还是一如往届。智慧升仙府，日后6节官话也算在飞升口号范围内。属下明白。萧贤破军，中原人士。胡辣汤。破军自幼习武，8岁师从蒲将军，曾率800标兵奔北坡。咦，你这个人弄啥嘞？这吐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了。老夏，
老乡，你好，你好！我自从上了天界，第一次碰见老乡。你弄错了，俺不是你老乡，不是不是。你能听懂他说话？每个字我都能听懂，不过连在一起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。你给我做同意。我。他说：“为地则谋，死地则战，相机而行，伺机而动，三军之事，莫轻于奸。”好，好，破军天兵适才所言，字字珠玑，果然深通兵法。本神特授你为北斗府行军，领天兵2万，即日起到天将府到任。恭喜你啊，大哥！他的意思是你可以升官了，还有2万天兵天将可以领。多谢殿下。太谢谢你了。早日学会6界官话，好生融入天界。他就让你好好学官话，大家都是朋友嘛。是，属下遵命。等一下，请问这里还招人吗？这里是玄机宫招募司业守兵处，若你要追随火神殿下，请你到对面去报名。不是，我来的就是你这儿。刚才多亏了你啊，不然我差点把美玉当做顽石，错漏1员虎将。哎，我想知道，你这口中州话是在哪儿学的？不会是中州道上结出的异种葡萄吧？什么异种葡萄？你这只烧焦的乌鸦才是异种凤凰啊！我自幼长在水境，平日呢闲来我会看一些书，了解这6界囫囵模样，碰到一些不同于官话的生僻语言，顺便学了学。非学无以广才，日后还要继续勤奋。殿下，既然您今天这么开心，是不是有什么奖励啊？奖励？好啊，看在你今日有功的份上，我就告诉你一个消息。过几日，齐武宫要办一个凡人的端午节，热闹热闹。你知道，粽子里面都是有馅儿的，凡人的粽子里包的都是豆沙、蛋黄、香肉，那神仙的粽子里，包灵力。殿下可吩咐了，这粽子里包的灵力要各不相同，有1年灵力的小粽子，也有500年灵力的大王粽。到时候，天上的所有神仙都会来咱们齐武宫，就看谁的彩头好了。我包粽子最叫好了，让我去吧。你不行。为什么？这不明摆着吗？怕你作弊呗。天边矿路，向夜神报道。报道？你可是走错了地方。夜神殿下，玄机宫，没错。难道是天后派来的？我玄机宫征兵一向只是走个过场，你在我这里并无用武之地。你若想立战功，还是去火神那边试试吧。矿路只想跟随夜神殿下，您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跟着我无仗可打。好呀，反正我也不擅长打仗。我玄机宫人少活多，恐怕这洒扫磨墨
端茶倒水，也要一并担待。我都会做。我披星挂夜，夜里当值，你来的话，可是要跟着我一起守夜。我可以的。我人脾气不好，容易发火。殿下可是说笑了，在天界，夜神可是出了名的好脾气。我平日里钻研奇门禁术，有时候会走火入魔，偶尔打伤人也是有的。哼，这回我看你还不走。殿下，殿下可否教教我呢？重启，你别白费力气了。谁？是谁在外面？重启，只要你肯听话，就放你出去。只要能放我出去，老子什么都听你的。张姐，可是在担心锦觅？如今这万年之期还没到，他就贸然离开水境，我总担心仙主一语成谶，那只鸟会不会就是锦觅的万年情结？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？这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咱们刚把这结界修复，还不是被那只鸟给冲破了？怕是长姐最近太过劳累。那只鸟怎么可能呢？要真是那只鸟，我先砍了我的双脚做花肥。况且有允丹在，不至于吧？而且我们早早知会了各处的花木，如果有锦觅的消息，立刻来报。六界之中，寸草不生之地也大有所在，还是赶紧派人去找找吧。九重天和魔界也不能落下。是，如此这般，便万无一失了。长姐，就放宽心吧。锦觅这一日不回，我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，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。寅时，日夜交替之际，天地之气交融之时，可通百穴，适宜修炼。锦觅，九曜星宫的仙娥姐姐，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。给你的。锦觅，九曜星宫的仙娥姐姐，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。给你的。不会吧？这次看情书怎么这么开心？早知道我偷偷留下给穗禾就好了。你看看，如何？行文流畅，言辞恳切，字迹秀美，
唯一不足的就是内容过于冗长，建议删减一些。念念，锦觅先生，见字如晤。这封信是给我的，还叫我先上。现在这些仙子，眼神是越发不济了。外头有人找锦觅半仙。你真是比我这个火神还要忙啊！去吧。这里。啊。锦觅先生安好。啊。那个，不知云否？啊？我给先生的信，先生可有看？哦，信啊，啊，看了。你写的很好，情真意切，我很是感动。真的吗？还从来没有人给我写过这么动人的信呢。谢谢您。谢谢啊！一人一个啊，排好队，不要急啊！真的是，是啊，你领了吗？来拿着啊，来，是啊。这么多粽子，我就一个一个挨个吃，我就不信500年灵力的大王粽我还吃不出来。只有1年灵力啊。不过这粽子倒是挺好吃的，香喷喷、软软糯糯的，就算是没有灵力，吃起来也划算啊。不粘的。有没有搞错？有没有搞错？20个粽子，每个都是1年灵力，天道不公，不公之私啊！锦觅，你这是吃了多少啊？啊？众仙家都已经散去了，你也不知道过去，帮我跟了厅收拾残局。20个，我吃了整整20个粽子，可每个粽子却只有1年灵力，我这又气又撑的就睡着了。也不知道是哪位仙家吃了500年灵力的大王粽，还真没听说是哪个仙家吃的了。这么说，500年灵力的大王粽还没有被哪位仙家吃到，那剩下的粽子都在哪儿呢？这新鲜玩意儿是天界第一次做，哪还能有剩下的？你啊，就别想了。啊，对了，殿下吩咐你去洗尘殿修炼幻形术，你赶紧去一趟吧。那有没有哪位仙家拿了没吃呢？说起没吃，殿下倒是拿了一只，吩咐我送到洗尘殿去，不知道现在吃了没有。哎。见过火神殿下。听闻你近日要搬到姻缘府去了？哪儿的话？一定是殿下听错了。
殿下亲自授我如此强大的法力，锦觅怎么会不知好歹的还去投靠别家呢？殿下，我给你磨墨吧。今日我只看书，无需用墨。哦，也好也好。不过这夜已深，肚子倒有些饿了，不如你现在用我教给你的咒术，把这粽子热一热，我权且垫入腹中。这凡人的粽子啊，特别不好吃，它外面呢这个皮是有一股味道的，这里面的米也不是一般的大米，软软的，就算做颗米也要有骨气的嘛。这么软软糯糯的，成何体统啊！而且这个粽子这么大，你晚上吃的话，肯定会噎食的。如此说来，我更想尝尝这粽子是什么味道了。叫你说的那么难吃。哎，殿下，要不然我给你做个鲜花饼吧？我的鲜花饼比这粽子好吃100倍，入口即化，而且不噎食。你觉得可好？好啊。好吧，我马上把鲜花饼做完，等我哦，我马上。哎呀！大王粽，大王粽，大王粽。500年的大王粽，果然不同凡响。鲜花饼，鲜花饼，这回得好好感谢一下凤凰。不过他好像不太喜欢吃鲜花饼。有了。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的鲜花饼呢？殿下明明不爱吃鲜花饼，为什么还要让我做？我想来想去，想到一个比鲜花饼好100倍的东西送给殿下。何物啊？鲜花饼再难吃，尚可果腹。我要这一束花有何用？夜如飞黄之羽，花若丹凤之冠。你既然是凤凰，我便送你这个红花银树作为谢礼吧。此花别名叫做凤凰花。凤凰花。都说人间的凤凰花开2季，一季原来，一季原散。我使用了仙法，让这儿的凤凰花永开不败。把此花赠给你，你可喜欢？缘来缘去终会散，花开花败总归尘，所以也说不上什么喜欢不喜欢的。这月下仙人说的没错，火神殿下什么都好，就是不解风情。哎，你说你也不喜欢这些漂亮的花，你也不喜欢那些漂亮的仙子，那这世间万物，你到底喜欢什么？明明是你自作主张，我没质问你，你反倒质问我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殿下最喜欢的就是惩罚人。你，对。凤凰花。殿下，有人求见。何人？一群人。殿下，九曜星宫祭都参见火神殿下。何事啊？祭都是个粗人，今日前来是向火神殿下提亲的。祭都星君休得胡言。
殿下，公主莫怪，我家星君不是那个意思。星君是替我家月贝星矢来向火神殿下求亲的。错了，又错了，星君是替月贝星矢来向殿下宫中锦觅先生提亲的。正是，是向锦觅先生求亲的。没想到我们锦觅竟如此风流，说到底怎么回事？看这般容貌，便是锦觅先生吧？听说昨日我家月贝在七无宫外轻薄了你，我们九曜星宫素来肯做肯当，这是聘礼。我看莫要挑什么良辰吉日了，今日你便随我回去，娶了月贝那小丫头片子。被轻薄了？不过就是被亲了一下脸，无妨。怕是要让星君失望了。这锦觅怕是娶不得月贝星矢。为何娶不得？莫非嫌弃我们月贝？殿下怎么都不先问问锦觅是怎么想的？锦觅，你可喜欢月贝星矢？你若是同他情投意合，尽管开口，我和嫉妒星君都会帮你的。你这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呀？大家都是朋友嘛，自然是喜欢的。不过……火神殿下，既然锦觅都开口了，我看婚事就这么定了吧，何必拆散一对有情人呢？星君莫急，不是我故意阻拦，实在是锦觅有着心，也无着力。这古话说，鸳鸯相配，霓虹为伴。锦觅亦是女子，自然娶不得月贝星矢。怎么可能？先前被这锁灵簪压着，星君和月贝星矢认错，倒也不奇怪。凤凰怎么知道这是锁灵簪？我都不知道。锦觅身为我的书童，打扮成男子的样子，出入方便一些。这也是我的疏忽，闹了这么大一个笑话，还望星君莫要怪罪。锦觅仙子多有得罪，火神殿下叨扰了。哎呀，走，好，快点，走，快走。来，看看我为你准备了什么。这都是什么呀？我家凤娃手气就是好，随便一捡，便捡回这么标致的小女子。明明是我捡的她呀！哎呀，不重要了，反正差不多，总归你二人不分彼此。知道你是葡萄精，特意给你准备了这个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快换上，让我瞧瞧。不喜欢啊，一点都不好看。你这是在质疑老夫的审美情趣吗？不美吗？怎么可能？不好看，是不可能的呀。月下仙人的审美情趣自然是颇高的。哎，小女子就要有小女子的样子嘛。你要是不喜欢这紫色的，来，换上这件红色的。哎，好看吗？好看啊，好看。是他回来了。我一直都在啊。老夫看你如此眼熟，可就是想不起来是……哎呀，不管了，不愧是我家凤娃的人，这红色着实相配，简直太般配了。倒是凤娃看见了，心中定然欢喜，心中一欢喜啊，自然会待你更好些。果然学问无一例，用在殿下身上，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都道殿下天纵英才，可谁又曾见到殿下于人后下的功夫？这书上批注详实，竟盖过了原文。四合真是汗颜。我怎么会用得着这些？原本是为了锦觅那不思进取的小妖所著的。他若有你半分懂事好学，我也不必如此费心了。殿下，公主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七屋宫中琐事繁多，你不去和了廷妃婿一同料理，穿成这样到处招摇，成何体统？招摇，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。我也觉得招摇，我觉得可招摇了。不过刚才我一直都想不到，我穿成这样像什么。结果见到你们二位，我突然想到了，我现在特别像公主族中的一种鸡，叫什么来着？就是长得特别难看，红色的毛里面还有白色的点儿，叫红腹小鸡娃娃鸡，没错，就是那个丑鸡，太丑了。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，月下仙人非要让我穿，作为小辈只能顺从啦。可怜我啊，一个堂堂正正的葡萄精，只能做一回傻里傻气、大摇大摆的鸡精了。你穗禾，今日公务繁忙，改日再指点你书法心得吧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做书童的这点自觉都没有。走了。哦，我怎么感觉公主生气啦？红腹角之和孔雀系出同宗，是穗禾的亲戚，他最重面子，你乱嚼什么舌根？回去面壁思过。你这是吃了多少朱雀卵啊？流了这么多鼻血。锦觅，你长得还真是招蜂引蝶呢。哦，这是我的本分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还真不害臊。为什么要害臊啊？我们做花草果蔬的，自然要招蜂引蝶啦。如这花上没个蜂没个蝶，授一授粉，怎结得出果子？那没有果子，怎么会有葡萄啊？缺心眼不是你的错，但是缺心眼又长得这般招摇，那便是你的错了。殿下，殿下，你的脸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殿下，无人欺负妃婿，我想是天干物燥，阴虚阳亢罢了。好生把脸洗干净，回去念几遍清心诀，心静自然凉。下去吧。是。你等一会儿，你还是把你那个葡萄藤簪上吧。为什么？不愿意啊？我不是故意要长得比你好看的，全是巧合，巧合。你说什么？哎，我知道，我因为化了男装呢，竟然招那个月贝先生向我求亲，而没有向殿下你求亲，所以，哎，
殿下不开心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日后我一定注意，我一定注意啊。没心没肺。好了，那以后我注意就好了嘛。你这小妖，倒是比我这亲侄子还孝顺淑妇。月下仙人叫你换衣裳，你便换衣裳。平日里我怎么没见你有这种小辈的乖觉样子？这红色着实相配，倒是凤娃看见了，心中定然欢喜。心中一欢喜啊，自然会待你更好些。我当然不是为了月下仙人啊，我为了你啊。你看我这样，你高兴吗？答非所问。我请问你，我穿成这样，你看着我，心中欢喜吗？原来他竟是为了我，他莫不是喜欢我？月下仙人果然老谋深算，这身奇景打扮竟然奏效了。凤凰这死眼光也真是。算了，能让他高兴，牺牲一点又何妨呢？等他再高兴点，说不定就愿意分我点灵力了。哦，对了，叔父让我告诉你，7日后4时，姻缘府要搭台子唱戏，没事的话去坐坐吧。真的呀？太好了，我就喜欢听折子戏。平日里没什么事儿，专心修炼心法，别满世界乱跑。晓得了。那7日后看戏，殿下去吗？你这么问，是想让我去呢，还是不想让我去呢？不想。为何？你去的话，又会有一帮仙姑、仙女围在你身边，到时候我都占不到好位置了。他这是吃醋吗？他果然怕我抢走那些仙子，这傻鸟！我要仙子做什么？何不分我一些灵力呢？跟我来。你把柜子都打开，擦拭干净。这凤凰自己没手吗？殿下，这个是什么宝贝啊？这个是桃物的尖牙，这可是我珍藏之物，小心点儿。擦干净，放回去。哦。那这个又是什么呀？这个是骨雕的肋骨。这怪兽似鸟非鸟，以凡人为食，样子像鸟，头上长角，叫声如婴儿哭啼，骇人无数。不过当年被我3、2下便收服了。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吗？这乃是混沌的首和尾，这个乃是楚怀之尾，此乃9鹰9个脑袋其中之一。这些都是曾经危害6界的凶兽，但现在都是我的战利品。你随便看看，要是有喜欢的，我随便送你1、2件回去摆着也不是不可以。不过，你要是喜欢上古神兽的脑袋，我得先看看你的表现，再做考虑。不用了，殿下不愧为战神，厉害！看来这些柜子都快满了，得织个新的了。非常奏效。看到我的丰功伟绩，果然眼神钦佩，炯炯有神。这分明是杀鸡给猴看。这小肚鸡肠的鸟，我又哪儿得罪他了？干嘛要这么恐吓我？
可是锦觅来了。哎呀，我家凤凰拉扯大的女娃娃，真是女大18变，越变越好看。这个凤凰小肚鸡肠的，他怕我抢走他6届第一美男的称号。为了避嫌，我就把葡萄藤放进士林袋里了。我家凤凰呀，冠绝6届。蜜儿，你艳压群芳，正好与我家凤娃凑成一对儿。哎呀，玉小仙人，你最近清瘦了不少，看来减重深有成效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啊？难道我原来很胖吗？对啊。哎呀，都怪那鸟族，近日里来送的那些鸡呀，倒比鸽子还小几分，瘦得让人心惊胆战的，害得老夫日日吃不饱，夜里面都要被饿醒。难道发生了鸡瘟？非也，此事说来话长。哼，打狗也得看主人。花姐真是自不量力，竟欺负到我们鸟族头上了。姨母莫要动气。你也是，为什么现在才来禀报我呢？你是堂堂鸟族公主，一族之长，那个长方主算什么？他只不过是暂代花神署理花界的庶务而已，他凭什么对我们指手画脚？我本想没多大的事，况且当日殿下失踪，魔界大举进犯，不欲与他多做计较，我便一再相让。回去后，我又将族人挨个拷问了一遍，都说没有做过此事。可谁知道那长方主不依不饶，一口咬定说，一只鸟掳走了花界的精灵。一个花界精灵，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啊？我也奇怪呢，但确实没有找到任何花精的踪迹。谁知他说我包庇下属，大发雷霆，还下了落英令，大笔一挥断了鸟族的吃食，说鸟族一日不交出花精，花界便一日不供给吃食。反了！我们鸟族除了虫类，最重要的吃食便是花草谷物，还有种子。他们这么做，不是公然与我们作对吗？看那些新孵出来的小鸟，一个个饿得瘦骨伶仃的，实在可怜，这才找姨母拿主意来了。花界仗着天地隐忍，才如此嚣张狂妄，可我们绝不能低声下气求他们。传我懿旨，开放天界8大粮仓。是。至于那个花精，他背后肯定大有文章。你暗中找人查看，探他虚实，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。是。我们狐狸呀，不可一日无鸡仔。这鸡仔本由鸟族供给，可是现如今这断粮少食的，能长成鸽子般大小的鸡呀，都已经很争气了。曲折得很啊！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的花精。若我还留在花界的话，我一定劝长方主，千万不要断了他们的吃食，通通换成巴豆。你这仙家怎么这般无理硬闯？与你说了，我家仙人近日有客。哎呦，老胡啊，他是，哎呦，还要吗？不要了，哎呀，红红啊，吓死我了啊！你可知刚才我碰到了哪个？莫不是那管寒宫的玉兔？哎呀，就是他呀！哎呦，我千百年没见过这个兔子了，它又膘肥了不少。你说这得吃多少萝卜才能养成这样啊？也不知今日刮的是什么风啊，将你老兄刮来我这里历这番劫难。别提了，老夫今天是悲运的很呐！张方主把我赶出花界了。我想来想去，我还是到你这里来比较好。长方主为什么要赶你啊？这位仙子是我呀，小葡萄，小桃桃。
哎呦，我的小宝贝儿啊，我可算找到你了！你害苦我了你啊！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呢？你害得我这层老萝卜皮差点被众房主给剐了去。他们现在还加盖了我一个什么看护不力的罪名，命我马上出来寻你。如果寻不到的话，回去就把我扔进兔子窝里去。啊！太好了，我可找到你了！哎呀，没有想到。长房主平时对我那么凶，我在他心里还是有一定分量的嘛。快，随我回去！我这条老命可算保住了。等等，要把我二侄媳妇儿给带到哪儿去啊？二侄媳妇儿？哎呀，小桃桃，你是不是让这个老眼昏花的老狐狸给错牵红绳了？就他的那个二侄子。满脸的桃花相，将来不是10房就是8房的妻妾，你怎么能跟他那个二侄子？你随我去找太上老君，借上一柄宝剑，把这红绳砍断啊！什么呀？我是来跟凤凰学艺的。当真？哦，那还差不多。不过你也该回去了。要不然这天下就乱了，不是他鸟足散，就是我花界王。赶紧回去向长房主复命吧！老胡啊，我家凤凰正在练兵呢，不如等他回来再。根本就来不及。来，走！你们等等我呀！老胡，慢点，不着急。你着急。我先，哎呦！红红，你别捣乱了，等不及了，再耽搁下去，哎呀，那花界就要和鸟族打起来了。妈，难道花界丢的那个花精就是锦觅？正是。我不是一颗葡萄精吗？花精、葡萄精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反正都是精罢了。你知道吧？那个长房主知道你被一只大鸟掳走后，是大发雷霆啊！快随我回去吧！慢着，这锦觅到底有何不同啊？长房主竟然如此宝贝，我可没听说过长房主有个一儿半女的呀。这长房主是想留着锦觅给哪家小子？你红红，你休要胡言！锦觅自小是长房主看着长大的，能不上心？难道你家邻居的孩子丢了，你不会帮忙去找找？我怎么都觉得这里面有猫腻，所以我不准你就这么把锦觅带走。没有想到我在长房主心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嘛。红红，我花界的事情不用你这个老顽固来插手啊！谁是老顽固？也不照照镜子，这么多年，老夫保养的可比你好多了。老胡，我问你，如果我现在跟你回去，长房主会不会把我的葡萄皮给剥了？肯定要重重的责罚你。哎呦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在天界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完呢，我先回去了，你先走吧，老胡。你回来，小桃桃，你可想好了，你是现在乖乖的跟我回去呢，还是等着长房主生气之后再过来找你呢？你想好了？那我还是现在跟你走吧。狐狸仙。此事因为我而起，所以我肯定要回去的。但是你放心吧，我认个错马上回来，有大罗金仙帮我留意着。你毕竟是旭凤的书童啊，好歹也要等到旭凤练兵归来，正正经经的跟他告个别吧。等不及了，等不及了。老胡，平日里我们家凤娃可没亏待过你们锦觅，所以这点礼数，花界不可不顾。哎呀，算了，真的等不及了，走。快跑！我要替肉肉报仇！锦觅，
小桃桃，你。啊！快跑！小先锋！锦觅仙子，